你个灾星！从出生起，村里人就谣传我是灾星，会给亲近之人带来灾祸，直到32岁都无人说清，受尽欺凌。灾星！我不想就此认命，因而苦练医术。那一夜上山采药，我救了一位蒙面将军，有了一夜情缘。从此，我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将军，你受伤了，有追兵在追你，快跟我走！人呢？在前面，走，别让他跑了，走。这个破庙是我平时采药栖身的地方，很隐蔽，敌国士兵肯定发现不了。你先忍耐一下，我马上给你治伤。人呢？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应该在那边，往那边追！追兵已经走了。将军，涂上我特制的药膏，很快就没事了。我要你！将军，你干什么？好难受，好难受。飞花毒，将军中了敌国特产飞花毒，1个时辰之内不与女子交合，就会经脉尽断，没有性命。你快走，我快控制不住了。可是如果我走了，你会没命的。杀了我，可报你民钱。将军，民妇出身卑微，怎么值得将军以命相救？将军，你肯舍身护我，我又岂能眼睁睁看你殒命？你舍弃清白救我，我此生定不负你。待我攻破敌国之日，就是你我成亲之时。皇天为证，断剑为凭。将军，你我虽已有了继父之亲，但始终无名无分，所以我只能暂时离开。愿你沙场平安，不忘故剑之约。最好是成全，还能少一度。别走，别走，你别走！皇上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林护卫，有一位女医，肩部有蝴蝶胎记，你一定要替朕找到她。女医？她救了朕，朕给她贴身短剑，你要找到她，朕要立她为后。那夜之后，我便身怀有孕，兄嫂丝毫没有骨肉之情，将我赶出了家门。村人更是对我避之不及的人。现在恰逢寒冬腊月，我的儿子就要出生了，无依无靠的我，难道注定难逃此劫？不，我不能放弃。将军还在战场浴血奋战，我怎么能轻易的自暴自弃？我要自己给自己接生，我要生下我们的孩子。
纵然艰险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双胞胎，这是我拼命生下的双胞胎啊！多可爱的2个孩子啊！娘一定要抚养你们平平安安的长大，以后你们的名字就叫平平安安。有了你们，哪怕未来有再多的艰险磨难，娘也不会惧怕。林护卫，皇上，9个多月了，还没有那个女子的消息吗？臣无能，臣正在加派人手寻找，还请皇上以社稷为重，暂且回京。出发！皇上班师回朝，万民回避！皇上班师回朝，万民回避！皇上班师回朝，万民回避！语言如此，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作天涯海放晴时，转个心头是你的名字。娘，山下有人叫我们野孩子，说我们没有爹。平平安安乖，别听他们胡说。你们有爹，那我们爹在哪里呢？你们的爹7年了，将军始终没来找我，不知他是捐去疆场，还是已经把我忘了。娘，你在想什么？乖，你们现在还小，有些事情啊，娘以后再给你们解释。但是你们要记住了，你们有爹，而且你们的爹是一位大英雄。真的吗？7年来，山下人传我的风言风语从未停过。如果不闻不问，平平安安，将来如何抬头做人？平平安安，走，跟娘下山。孩子们，如果真的等不到你们的爹，就让娘来做你们的屏障。起来吧，皇帝，你已经26岁了，至今尚无子嗣。孙丞相和其他重臣们在他们家族中选了一批秀女，定能让我们皇家开枝散叶。皇帝，如果这批不喜欢，那就换一批吧。好了，母后，儿臣还有要事，今日就算了吧。皇帝，眼下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比得过皇嗣？将来的锦绣江山，谁人继承？哀家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？母后莫急，哀家如何不急？你不大婚不立后，哀家依你了。哀家只想让你选几个秀女，为皇家绵延子嗣。为什么你一个都看不上呢？母后，儿臣对这些庸脂俗粉实在提不起兴趣。你是想气死哀家不成？哀家不管，待会儿哀家挑几个秀女，从今天开始轮流侍寝。母后，你又何苦苦苦相逼呢？启奏太后，老奴倒有个愚见，16寓意多子，不如让民间1000名孩童进宫办个流花宴，说不定这么一祈福呀，皇家就开枝散叶了。好，好，就这么办。皇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倒是表个态呀！皇上，啊，一切谨遵母后懿旨。不知朕的心上人，此时正在何处？狗子，谁让你骂平平安安是野孩子的？他们可是你弟弟。野孩子，野孩子就是野孩子。你这话跟谁学的？野孩子，野孩子来了！不许胡说！狗子乖，听姑姑的话，可不能再跟着别人一起骂平平安安了。平平安安是姑姑的孩子，就是你表弟，你骂他们就等于是骂自己。姑姑，
梁思雨，你敢打我儿子！大家快来看呐！梁思雨杀人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嫂子，乡亲们，我没有打狗子，我就是告诉他们不许再骂我孩子了。骂你，活该！谁让你7年前不知廉耻，生下2个野孩子的？大哥，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？7年前，要不是你和嫂子逼着我半夜上山采药给狗子治病，我又怎么会？呸！我们让你上山采药，可没让你勾引男人。乡亲们呐，他梁思雨生来就是个灾星，哼，后来又败坏门风，勾引男人，生了2个孩子，现在又来打我们家狗子，大家说该怎么办呢？进猪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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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！进猪笼！杨公公，麻烦您老督促我们梁家村选几个孩子参加留花宴。走吧！进猪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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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俩孩子怎么那么像小时候的皇上啊？杨德禄，走开！难道他们是流落民间的皇子？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住手！不许伤害这俩孩子！进猪笼！娘，他弯腰干什么？公公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折煞我们了。这俩孩子是谁呀？回公公，这俩孩子可亲近不得，他们的娘梁思雨生来就是灾星，后来不知和谁苟合生下他们，瞧他们这不懂规矩的样子，冲撞了公公。梁思雨，还不赶紧跪下！请公公见谅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咋了这是？杨公公，您太宽仁了，犯不着对这俩孩子这么客气。闭嘴！你才野孩子呢！这俩孩子叫……回公公，一个叫平平，一个叫安安。这俩孩子实实在在在我面前，不是幻觉。可是他们怎么会和幼年时的皇上长那么像？难道这女子曾经被皇上宠幸过？不对，皇上今年不过26岁，这女子看起来都40了。皇上怎么可能宠幸这么老的女子？难道这是巧合？可是这也太巧了。梁思雨，你带这2个孩子下山干什么？看把公公给气成什么样！族长，我就是来讨个公道。你们污蔑我可以，但是不能用那些混话伤害我的孩子。梁思雨，这就是你无理取闹，你伤风败俗，未婚生子，还不许乡亲们骂。你早不下山，晚不下山，偏偏这时候下山，冲撞了杨公公。杨公公是什么人？他跺跺脚，咱们全村都完了。从小算命的就说你是灾星，果然应验。今天说什么也不能留你们了，乡亲们，抓住他们！是，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谁敢伤害我们，我就跟他拼了！还敢嘴硬！你敢打我娘，我饶不了你！杨德禄，我饶不了你！老奴该死，老夫该死！跪下呢！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！公公，你老是给我们下跪干什么？快请起！梁思雨，你这灾星肯定有妖法，连杨公公都被你蛊惑了，给我打！是，平平，快跑！不要管娘！哥，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们！公公，您老到底是怎么了？公公宅心仁厚，民妇感激不尽，只求公公帮我们主持公道，让族长惩罚我一人即可，放过我的孩子们。公公，求您救救我娘吧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可担当不起呀！梁富贵，你听好了，这俩孩子咱家选中了，要带进宫参加流花宴。这公公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梁思雨，这可是为皇上祈福的流花宴，太后的赏赐能少？多少人求着想参加，咱家还不答应呢。这俩孩子跟皇上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还是让太后见见的好。回公公，
民妇只想和孩子们过平凡安定的生活，不图大富大贵。梁思雨，依咱家看，你要是不带着这俩孩子进宫，只怕梁家村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呀。这，行了行了，梁富贵儿，我就要这俩孩子，就这么定了。公公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俩孩子的出身确实不干净啊，您真要带他们，好歹也带个身家清白的孩子陪着呀。是啊，公公，我和狗子他爹可是明媒正娶，8抬大轿。行了，只要这俩孩子进宫，其他的一切都好说。林护卫，整整7年，为什么连一个女子都找不到？皇上息怒，臣担心，恐怕那女子只是皇上梦中所见，并非胡言乱语。她明明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女子，可是您说，那女子1会医术，2有胎记，3有短剑。臣几乎把全国适龄女子都排查了个遍，没有符合这3个条件的。谁让你只找适龄女子的？年龄大一些，哪怕40岁左右的也要去查。年龄大，那应该不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啊。林护卫，朕只说一次，仔细排查，一个都不许漏。遵旨。就算天涯海角，朕也要找到你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，皇上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我们可以看一看吗？嘘，宫里有规矩，不能抬头看皇上。好了，皇上只是上朝路过，柳花宴明日正式开始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梁思雨，等等，你胆子不小啊，随便捡2个孩子就敢进宫？回嬷嬷，民妇不敢，这2个孩子是民妇亲生的。胡说！你起码40岁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？嬷嬷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这梁思雨呀，生来就是灾星，都32岁了，都没人敢娶。她自己倒是耐不住寂寞，未婚先孕，生了2个野孩子。嬷嬷啊，你看我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，我们家狗子能不能面圣啊？您放心，我们家狗子呀，可是身世清白，比这2个野孩子呀强多了。嫂子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不能侮辱我的孩子。我就侮辱你，怎么了？哼，野孩子，野孩子，你2儿子都是野孩子，你好啊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顾念着兄妹之情，处处忍让你和大哥，没想到你们变本加厉，处处欺辱我。从今天起，咱们1刀2断，各走各路。走，你往哪里走？嬷嬷，你为何要为难我？是你跟太后为难，你串通太监杨德禄，跟太后说什么这2个孩子像皇上的规划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也难怪那个杨公公非得带他俩进宫，肯定有阴谋。嬷嬷，我与杨公公从来不认识，如何能和他密谋？再说了，民妇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冒充皇嗣啊。你嘴挺硬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我的真硬？不要碰我娘！走开！平平安安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扎你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！住手！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蒙面将军？将军，是你吗？皇上！皇上万岁万万岁！是皇上，民妇参见皇上。
容嬷嬷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是这个叫梁思雨的不守规矩。罢了，他们初来宫中，难免不通宫中礼仪，不要为难他们。可是皇上，他怎么，你想抗旨吗？奴才不敢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快来，娘看看，受伤了是吧？疼不疼啊？奇怪，朕看到他们受伤，为什么心会痛？他们的样子，朕也颇感眼熟。你们受伤了，快去太医给孩子疗伤。皇上，不敢劳烦太医，民妇粗通医理，可以给孩子治伤。这圣女怎么如此像他？而且，他竟然也通医理。放肆！皇上给你宣太医，你竟敢不谢恩，还吹嘘自己懂医。住口！那女子，你先给孩子疗伤，试试吧。是。你们俩忍耐一下，敷上娘特制的草药，很快就没事了啊。像，宝藏的手法很像他。那女子，朕问你，你身上可有短剑？皇上怎么知道我身上有短剑？皇上，这梁思雨身上怎么会有短剑？那不成了入宫行刺了？你给朕闭嘴！皇宫危机重重，还是小心谨慎的好。回皇上，民妇身上没有短剑。这样啊，你抬头来，看看这块手帕。皇上，万万不可让他抬头，这不合皇家礼仪。住嘴！快抬头！遵旨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敌国来犯，已攻破2座城池。可恨的敌国！7年前，朕曾率兵将敌国击退，如今还敢卷土重来。传朕旨意，召集众大臣，殿内议事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还想勾搭皇上？嬷嬷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皇上像我一个故人，我想看看皇上。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看皇上？我先刮花了你的脸，看你还敢不敢勾引皇上？娘，不要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容嬷嬷，你仗势欺人，滥用私刑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老身可是伺候了太后40多年的家生奴才，除了太后，谁敢动老身？容嬷嬷，我和孩子来这里是为了给皇上和太后祈福。你如果刺伤了我，太后也不会饶了你。嬷嬷啊，他梁思雨能不能见到太后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梁思雨，那我就先毁了你的脸，再把你赶出宫外杖毙，保证人不知鬼不觉。住手！嫔嫔啊，多谢杨公公。杨德禄，你少管闲事。咱家不管闲事，咱家只传太后懿旨。梁思雨，太后要召见所有参加流花宴的孩子和妇女们。你们娘仨还在这磨蹭什么呢？民妇知错，嫔嫔安安，快走。嬷嬷，就这么算了？他们以为见到太后，老身就没办法收拾他们了吗？太后，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有个叫梁思雨的，他辱骂奴才，是狐狸。梁思雨何有此事？回太后，民妇并没有辱骂容嬷嬷。你说老身狐假虎威，还敢说不是冒失狐狸？梁思雨，这是真的吗？太后，事出有因，
是容嬷嬷滥用私刑在先。住口！太后，是他先打奴婢，奴婢才小小的惩罚他的。梁思雨，你一个小小的民妇，竟敢殴打宫里的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来人！且慢，太后，老奴说的两个很像皇上的孩子，他们的母亲就是梁思雨呀。太后，杨德禄根本就是胡说，这两个孩子和皇上根本不像。胡说，明明很像。哀家也不觉得这俩孩子像皇帝小时候。但是皇上小时候也没见过几次呀。你嘟囔什么呢？老奴。回太后，杨公公的意思是，皇上小时候的模样，您并没有见过多少。胆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容嬷嬷，民妇虽出身乡野，可也听私塾先生说过宫里的规矩。皇子出生以后，需寄养在宫外，以求身体更加康健。所以，皇上小时候的模样，想必太后见得不多。放肆！皇家事岂容你一个乡野女子多嘴？来人！他说的倒也不错，想不到这女子出身乡野，却颇有见识。杨德禄，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您不妨多看这俩孩子几眼。这俩孩子，哀家看着倒是越看越喜欢，留在宫里为皇帝祈福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万万不可呀！这个女子天生是灾星，而且她还不守妇道。这两个孩子是她和野男人未婚先孕而生，如果留下他们，可是有损皇家声誉啊！竟有此事！杨德禄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太后，您可不能听容嬷嬷乱说呀！太后，奴婢不是乱说，奴婢有人证。宣，民妇王喜花叩见太后。王喜花，哀家问你，梁思雨天生灾星，不守妇道，可有此事？千真万确啊，太后，民妇是梁思雨的嫂子，我可以作证。她天生灾星，无人敢娶。后来又跟来路不明的人乌梅苟合，生下俩野孩子。民妇有下情回禀太后，7年前，民妇上山采药，遇到一位将军中了敌国的飞花毒，若不与女子交合，就会性命不保，所以民妇才舍身相救。胡言乱语！来呀，把这母子3人拉下去杖毙！娘怕太后，太后，你如此处置我们，只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啊！太后，大胆梁思雨，竟敢辱骂太后！王喜花，轮不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来教训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当年你的儿子狗子生病，是不是我上山采药救的他？你非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变本加厉的针对我，你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？好你个荡妇，你竟敢让我打你！大胆！哪里轮得到你在这儿滥用私刑？平平安安。梁思雨，你倒要说说，哀家要杖毙你们，如何违背律法？说不出来，哀家会加倍惩罚。太后，我朝一向以保护孩童为百年大计，律法更是明言，8岁以下孩子即使犯下滔天大罪也要赦免。可我的2个孩子今年刚刚7岁，太后，民妇没有说错吧？这哀家一时气愤，竟然忘记了。大胆，还敢拿律法当挡箭牌？我朝律法保护的可是清白人家的孩子，岂能保护你这俩野孩子？是啊，太后，这俩孩子就是野孩子。当初我和他大哥亲眼看到他跟人苟合的。王喜华，你嘴里从来就没有一句实话。梁思雨，哀家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刚才不是说这2个孩子是本朝中一位将军的孩子吗？你倒说说是哪位将军，说得出来，哀家就网开一面，说不定还能让你们破镜重圆。这回太后，民妇只知道他是一位蒙面将军，实在不知道他姓甚名谁。梁思雨，你连跟你苟合的人姓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真不要脸呢！太后，
民妇敢对天发誓，所言句句属实。太后，这女子刁滑无比，不可信她的鬼话。我朝哪来的什么蒙面将军呀？来呀，把这个寡贤廉耻的梁思雨立刻杖毙！请平安，太后，太后明鉴啊，太后！慢着，太后，我朝确实有一人喜欢蒙面打仗，谁呀？哀家怎么不知道啊？是皇上。皇上，闭嘴！还敢提皇上？太后，刚刚这梁思雨还企图勾引皇上呢。梁思雨果然风流成性，立刻杖毙！住手！皇上驾到！朕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一下。皇上真的是蒙面将军，难怪他这么多年都找不到我们母子。我一个乡野女子，又如何配得上他？可怜平平安安，此生怕是再也不能和亲爹相认。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！为什么只要看到这两个孩子哭，朕就如此心痛？江慧的，去找你娘吧。不怕不怕，娘没事啊。都起来吧。母后，还请母后饶了他们母子三人吧。皇上，一个小小的梁思雨还劳你的御驾，难不成你真被他所迷？太后，闭嘴！此事都是因你而起，待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母后，儿臣今日才见过他们，何谈被他们所迷？而且不知是何缘故，儿臣只要见到他们受苦，内心便会心痛不止。皇帝，只有见到至亲至爱的人受苦才会心痛。刚才你不是说第一次见他们吗？至亲至爱，难道皇上和我们是至亲至爱？蒙面将军就是皇上。母后，毕竟他们母子三人是为儿臣求子祈福而来，还请母后饶了他们吧。祈福？不守妇道的人还给皇家祈福，哀家今日非杖毙他们不可。太后，今日是皇上的祈福宴，您杖毙我们不要紧，只怕会冲撞了皇家的喜宴，请太后三思。太后，如果留这个女人在世，只怕才会冲撞了皇家喜庆，辱没了皇家名声啊！放肆！龙嬷嬷，你心肠歹毒，搬弄是非，我看该杖毙的人是你吧。皇上饶命！皇帝，你越来越胡闹了。哀家给你选了那么多秀女，你眼皮都不抬一下，现在居然为了这么一个不堪的女子和哀家打擂台。母后，儿臣心中此生只对一位女子心动，对其他秀女根本提不起兴致。这皇后之位，也是为那女子所留。不知道是哪位女子，让皇上如此痴情。那你如果要永远找不到那位女子呢？那就永远不开枝散叶了吗？你让哀家如何去面对先帝和列祖列宗啊？若列祖列宗真的在天有灵，也不会让咱们去为难一对母子。还请母后开恩，还请母后开恩。多谢太后。太后，你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呀！太后，就这么饶了他们，你母仪天下的威严何在？梁思雨，你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呀，给我痛打20大板！是。容嬷嬷，你三番两次的针对我，如果你再伤害我的孩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敢嘴硬？好，那我就先收拾你这两个野孩子！我跟你拼了！不要动我的孩子！
不要动我的孩子！不要动我的孩子！不要！不要！造反了！造反了！梁思雨携剑上殿，意图行刺，把他抓起来！且慢！蝴蝶印记，短刀，是朕的短刀。梁思雨，是你，你是朕朝思夜想之人，你敢动他？放肆！她是朕的女人。皇上，民妇出身卑微，不敢蒙皇上厚爱。思雨，是我。7年前你在破庙所救之人，正是朕。除王喜花之外，其余闲杂人员暂且退下。皇帝，你真是糊涂了。这女子品行不端，还欲图行刺，你反而还要和她认亲。母后，千真万确，7年前儿臣确实宠幸了思雨。梁思雨，哀家问你，你的男人是皇上吗？回太后，7年前与民妇在一起的是一位蒙面将军，民妇没有看清他的面貌，所以不敢确认。皇帝，你听听，太后，老奴从小伺候皇上，皇上不管是练武还是带兵，都喜欢蒙面。皇上，公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是蒙面将军吗？林护卫，是皇上，是皇上！我的蒙面将军，居然是皇上！你知道吗？为了你的一句承诺，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2个孩子，我就期盼着有一天能和你相逢。这7年来，我不畏寒暑，不顾冷嘲与热讽，我好好的教育这2个孩子。我等了7年，盼了7年，连我自己都绝望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蒙面将军了，可是没想到，我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蒙面将军居然是95之尊。思雨，是朕不好，但这7年来，朕一直没有放弃去寻找你。7年了，这手帕，朕一直带在身边。这7年，朕没有宠幸过任何秀女，更没有大婚，朕没有一时一刻不牵挂着你。皇上，思雨，你受苦了，朕要补偿你们。有皇上这句话，民妇受的所有辛酸与委屈都值得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皇帝怎么会对一个40岁的老女人念念不忘呢？太后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能轻信呀！如何不能信？朕和思雨都已经确认无疑，还有什么错？太后，太后，仅凭一副面具、一把短剑认亲，这如何让天下人信服？万一是皇上认错了人，而梁思雨又故意攀扯皇上呢？住口！容嬷嬷言之有理，此事还需要细细查访。林护卫，太后莫急，臣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太后，如果皇上和梁思雨是真的，您就有了一对双胞胎孙子呀！不错，这2个孩子倒是真可爱呀。太后，太后，万万不可相认呐！太后，老臣恳请立刻杖毙梁思雨。臣等附议。丞相，民妇只不过一介草民，别说是没有过错，就算是有过错需要严惩，也不值得惊动您一国之宰辅，带着满朝重臣来请旨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皇上，太后，根据礼法，野孩子参加柳花宴，
只会冲撞喜事，只怕皇上到时候会有绝嗣之忧啊！丞相，我的孩子不是野孩子，是皇上的血脉。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定论，你的孩子就只能是野孩子。放肆！此乃朕的家事，你们无权干涉。皇上难道忘了“天子无家制”这句古训吗？更何况这是皇上子嗣的问题，更是千秋万代的大事，所以臣才敢直言进谏。太后，如果纵容这件事，造成皇室断了血脉，我朝的锦绣山河将后继无人呐！真有这种事儿？哀家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太后，丞相说的是真的，在我们老家，人人都知道这礼法。王喜花，你简直信口雌黄！我们老家何时有过这样的礼法？呸！你懂什么？给朕闭嘴！请太后明鉴。丞相，可有破解之法？微臣刚刚已经说过，立即杖毙梁思雨和他的2个孩子。没错，太后，民妇老家有人这样做过，后来添了7、8个孙子呢。王喜花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民妇所言句句属实。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啊！为了皇家血脉，哀家也只能狠一回心肠了。来人呐！且慢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女人拖下去，杖毙！皇上饶命啊！梁思雨，你这个灾星，还不赶紧替我向皇上求求情？我可是你亲嫂子呀！你眼睁睁看着我受苦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王喜花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竟然还这么恶毒！立刻杖毙！住手！皇帝，现在不是你感情用事的时候，尤其是关乎到皇家的血脉，哀家绝不会由着你的性子胡来。母后，不要说了，哀家已经决定了，梁思雨母子3人绝不能留。太后，民妇并没有犯错，您这样做有失公允呢。太后，娘，住手！皇上，请立刻杖毙梁思雨，否则臣等将急起辞官。臣等附议。你们这是逼宫！皇上，思雨只不过是一介村妇，不值得您为了我和大臣们大动干戈。您这么做，如何面对天下的悠悠众口？思雨，皇上，今日能和你重逢，思雨死而无憾。或许我们今生注定有缘没分。倘若我今天难逃此劫，求皇上照顾好我的2个孩子。娘，哼，梁思雨，你别演戏了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会有这样的幸运能怀上龙种？王喜华，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，我的2个孩子是皇室血脉。你敢用你的性命担保？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这个，太后，民妇愿意自行了断，只求太后明察秋毫，给我的2个孩子一个清白的身份。娘，思雨，不可！皇上，梁思雨言之有理，不可犯了群臣众怒啊！她是朕的女人，朕誓要护她周全。思雨，不可！娘，皇上，国事为重，有你这句话，思雨死而无憾。思雨，朕如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枉为一国之君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她只是一个40岁的老女人了。母后，在儿臣心中，思雨就是这世上最美、最好的女人。皇上，不要说了。就算今日朕不当这个皇帝，也不允许你们伤害思雨。皇上，您是一国之君，可千万不可说这样的话。好了好了，皇帝，今天确实是大喜之日，伤人性命确实不合时宜。这样好了，将梁思雨母子3人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太后，3000里之外都是苦寒之地，2个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求您流放我1人即可，放过您的2个孙子吧。来人，立刻拿下梁思雨！住手！母后，此等子虚乌有的礼法，不可轻信啊！皇帝，事关皇家血脉，哀家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太后，
民妇愿意领一切罪责，求您放过两个孩子。快拿下梁思雨！我看谁敢！皇帝，如果你要再这样胡闹，我们皇家可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。太后，皇室没有断子绝孙，您的两个孙儿就在您眼前，求您庇护他们吧。大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拿野孩子来冒充皇家子嗣？梁思雨，你年过40，7年前也30多岁，哀家实在很难相信皇帝会宠幸你。哀家猜测，毕竟当时皇帝年轻，被你勾引所致。太后，臣已查明所有真相。太后，民妇当年并没有有意勾引皇上，否则愿遭天谴。住口！林护卫，查到什么，你要一五一十的讲出来。如有半点谎言，哀家绝不饶恕。臣不敢。臣审问当时的敌国俘虏，7年前皇上的确中了飞花毒，不和女子交合，便会有性命之忧。臣也查明，当时皇上遇险的山确实是梁家村的后山，而皇上遇险的那天夜里，方圆几10里上山的人，有且只有梁思雨一人，而且村里只有梁思雨的肩膀上才有皇上说的蝶形印记。何况梁思雨身上还有皇上的御赐宝剑。太后，林护卫所言句句属实。母后，儿臣也可作证。娘，皇上真的是我们的爹吗？是个大英雄。是啊，平平安安，皇上就是你们的爹。想当年，他年纪轻轻就带领兵马打败了敌军，当然是大英雄了。皇儿啊，这个梁思雨比你大了10几岁，你怎么单单对他念念不忘呢？这个梁思雨比你大了10几岁，你怎么单单对他念念不忘呢？母后，思雨乃是朕的救命恩人。皇上不可这么说，您洪福齐天，自然遇难成祥。完了，如果梁思雨真的进了宫，还会有我的好果子吃呢。梁思雨进了宫，杨德禄就是头功一件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顺利进宫。梁思雨进宫，皇上就有了2个皇位的继承，那么我多年的筹谋就会毁于一旦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梁思雨，你大胆！你竟然以皇上的救命恩人自居，我看你当初不是刻意帮助皇上，而是故意接近皇家吧？你可真是居心叵测呀！请太后明鉴，容嬷嬷所言并无道理。民妇当初救皇上，纯粹是不想看着我朝将军命丧敌军之手。况且，民妇当初并不知道蒙面将军就是皇上，谈何故意接近皇家，何来居心叵测？民妇当初并不知道蒙面将军就是皇上，谈何故意接近皇家，何来居心叵测？你，思雨头脑聪慧，言语敏捷，他朝如果为后，定会是朕的贤内助。先帝爷呀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，皇家的体统何在？皇家的颜面何在呀？孙丞相有话不妨直说，何必阴阳怪气？太后，这女子跟皇上在野外苟合，实在是有损皇家体面。若天下女子皆是如此，您还如何母仪天下？依臣之见，请立刻对梁思雨施加严惩。孙典成，你大胆！丞相，该严加惩戒的恐怕是您。丞相，如果皇上真的惩罚于我，才是真的不顾皇家体面。大胆！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太后，如果皇上真的为了所谓的体面，不认自己的孩子，让皇室血脉外流，这是不忠不孝于先帝和您。皇上如果真的惩治于我，这是害自己的救命人，害自己的黎民百姓，这是让皇上陷入不仁不义之中。孙丞相，原来你想让朕背上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骂名啊！太后，梁思雨不能进宫，她天生灾星，如果贸然进宫，恐怕对皇上的龙体有损害呀。王喜华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我如何是灾星了？你难道不是吗？你32岁了都无人敢娶，村里人都说了，谁要娶了你，准保遭大名。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请太后明鉴。太后，近几年京城总有小儿闹病，怕是皇上招惹了梁思雨这个灾星所致。
皇帝，这个梁思雨如果妨害人，那确实对江山不利，你不能认。这个梁思雨如果妨害人，那确实对江山不利，你不能认。不，太后，民妇粗通医理，初来京城时也曾观察过生病小儿的状况。依民妇看，这并非什么邪祟，而是井水不洁所致。一派胡言！井水不洁，太医们怎会不知？太后，民妇配制了药粉，只需要按方给小儿们服用，病痛自解。同时，再把大剂量的药粉撒入井水之中，井水自解。大胆！小儿们的病岂是你一个村姑可解？臣现在就按照梁思雨的方法去试一下。太后，万万不可呀！很多太医都治不了的病，怎么能交给一个村妇去治？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这个还是不要试了吧。母后，不妨一试，如果有任何后果，儿臣愿意承担。皇上，您执意袒护这个灾星，老臣无话可说。可是这两个野孩子坚决不能进入皇家谱系。大胆！孙丞相，我的2个孩子都是皇室血脉，为何不能进入皇家谱系？大胆！你把皇家谱系当做什么了？当做你家买菜的烂账本了吗？太后，皇上目前并无子嗣，如果把这2个野孩子进入皇家谱系，那么这2人将来必有1人会继承大统。这江山可是先帝爷带着老夫一同拼杀出来的，如果将他拱手让于这种无名无姓的野孩子，老臣们坚决不从，坚决不从。丞相，您是2朝老臣，德高望重。不过，民妇还是劝您一句，谨言慎行，否则你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。孙丞相，我劝您收回刚才说的话，否则就是藐视皇上和太后。妖妇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平平和安安是皇上的孩子，你却一口一个野孩子，你将皇上置于何地？将太后置于何地？你如此藐视皇上和太后，这还不是大不敬吗？孙丞相，这下你作何解释？启禀太后，皇上，微臣并没有一点不敬之心，微臣只是什么？微臣只是怀疑这2个孩子的身世。皇上，即便你7年前确实宠幸过梁思雨，但是您真的能确定这2个孩子是您的血脉吗？孙丞相，你什么意思？没错，太后，梁思雨向来不守妇道，民妇多次见他与男人厮混，所以这才把他赶出门的。你颠倒是非，不怕将来被割舌头吗？我凭什么割舌头呀？我又没有随便拿2个野孩子冒充皇家血脉。太后，平平和安安的确是皇上的孩子，请太后明鉴。思雨，不必多言，朕相信你。多谢皇上信任。太后，兹事体大，可不能听信了一面之词，污染了皇家血脉呀！住口！谁再敢造谣生事，朕绝不轻饶。母后，还请您不要听信谣言，认下您2个孙儿吧。皇帝，哀家决定了，暂时不把这2个孩子列入皇家谱系。太后圣明。母后，哀家要的是亲孙子。太后，民妇迄今为止只有皇上一个男人，这2个孩子的确是皇家血脉。民妇相信太后英明睿智，绝对不会被浮云遮掩。好一个浮云遮掩！你是说老臣在进谗言吗？民妇可没有这么说。你这个刁妇总是巧言令色，而今天不给你上大刑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。来人呐，给梁思雨上大刑，看你说不说实话。不可！皇帝不可阻拦，这或许是一个办法。梁思雨，只要你承认这2个孩子是野孩子，老夫今天便肯饶了你。你们尽管用刑，我是绝对不会污蔑自己的孩子的。思雨，娘，平平安安，记得娘怎么教你们的吗？大丈夫要威武不能屈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胁迫都不能服软，要坚持真理。娘虽然是女子，可是绝不当软骨头。我们明白了，要打就先打我吧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许欺负我娘。
要打就先打我吧，有我在，就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娘。住手！太后，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，好像看到了皇帝小时候的样子。太后，您英明啊！老奴之前绝对没有看走眼，这两个孩子的确像小时候的皇上。难道哀家真的有孙子了？还是2个？太后明鉴，快跪下！叫皇祖母。太后，这2个野孩子绝对不能入皇家谱。臣等服役。丞相，你们反了！尔等是要造反不成？孙丞相，民妇就不明白了，您带着几位重臣3番2次的阻拦皇上和我们母子相认，究竟是何居心？皇上，这女子还没有得到册封，就敢如此对老臣无礼。像这样的女人，能教出什么样的孩子？如果她的孩子将来继承了大统，天下将会大乱，苍生就会倒悬之苦。皇上、太后，救救天下，救救黎民百姓吧！皇上和太后只是想认回自己的血脉，怎么就会天下大乱？反倒是你们，为了让皇上和太后接受你们的建议，未免太过于夸大其词了。住口！你这妖妇无知无畏，还敢强词夺理！前朝发生多少惨剧，都是与后宫和子嗣处理不当有关。太后，如果你执意认这2个野孩子，我朝的锦绣江山将不复存在呀！江山如果真的有恙，也只怕是因为你们这群道貌岸然、开口天下闭口苍生的人身上。丞相，你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，可是面对我们3个可怜的孤儿寡母，毫无半点同理之心，这就是你们的爱民之心吗？你弑君之路为君分忧，你们明知道皇上和太后因为子嗣的问题而忧愁，却几次3番的带领重臣阻拦他们和我们母子相认，这就是你们的为君分忧吗？孙鼎成，这下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上，老夫以性命担保，这2个孩子绝对不是皇家血脉。孙丞相，你是国之重臣，说话可要负责任。老臣当然可以负责。皇上、太后，您想想，这女子要是真的怀上了皇上的血脉，早就该进宫认亲了，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民妇早就说过了，我当年并不知道那个人是皇上。这只是你狡辩而已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嫂子呢？你嫂子可是你的直系亲属，连她都指责你品德不端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没错，太后，民妇早就说过了，这梁思雨7年来私会过不少男人。太后，王喜花是存心污蔑，请太后明鉴。母后，儿臣相信思雨，他绝不会是这种人。太后，太后，好了，梁思雨，哀家问你，你家还有何人？民妇家里还有一位哥哥，名唤梁志刚。传梁思雨的哥哥梁志刚当殿对质。传梁思雨哥哥梁志刚进殿。草民梁志刚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妹妹梁思雨到底人品如何？回太后，草民可以作证，梁思雨就爱招惹男人，所以名声不好。到了30多岁还嫁不出去。大哥，你说这样的话还有没有良心？从小到大，如果不是我上山采药贴补家用，你又怎么能娶了王喜花？还有，你们的儿子狗子生病，又怎么可能活命？别翻旧账，我们夫妻俩都作证，你不守妇道。你们一会儿说我是栽星命嫁不出去，一会儿说我不守妇道嫁不出去，我看你们就是胡说八道。你们一会儿说我是栽星命嫁不出去，一会儿说我不守妇道嫁不出去，我看你们就是胡说八道。太后，您可听见了？梁思雨家2口人全都能证明他不守妇道。太后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如果梁思雨真的怀了龙种，像他哥嫂这样的人，岂能不愿意当皇亲国戚？丞相言之有理。太后，像梁思雨这种不守妇道，还利用野孩子冒充皇家子嗣的女人，就应该打入天牢。太后，民妇是被冤枉的，请太后明鉴。来人呐，把梁思雨抓起来！谁敢动思雨，朕诛他九族！朕倒要看看谁敢动他一下。皇上，不可因为我失了体面。无妨。皇帝，
你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，成何体统？太后，这个梁思雨一定会什么妖术，所以才迷惑了皇上。臣建议将梁思雨立即拿下，立刻杖毙。孙鼎成，你给朕闭嘴！皇上，老臣求你了，你快清醒点吧！求皇上清醒过来吧！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皇儿，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说清醒？太后，皇上虽然过激，可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至亲至爱，是人之常情。如此一个能保护自己至亲至爱的皇上，必定是能体恤万民的皇上啊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太后，梁思雨的哥嫂已经证明了，这2个野孩子根本就不是皇上的骨肉，谈何至亲至爱？皇上一定是被这个妖妇给迷惑了。恳请太后觐见。好了，哀家有主意了。梁思雨，哀家问你，你和皇上邂逅是几月？回太后，是当年3月。那这2个孩子又是几月出生的？是当年腊月。大胆！按你所说，这2个孩子根本不足10月，可见根本不是皇家血脉。太后，平平安安是早产儿，所以糜父才给他们取名叫平平安安，以求他们能够顺利平安的长大。太后，梁思雨根本就是在撒谎！住口！梁思雨，哀家再问你，说他们是早产儿，当日的接生婆是谁？你可敢让他们当面对质？回太后，糜父当年生产时，并没有接生婆，是糜父自己接生的。双胞胎，这是我拼命生下的双胞胎啊！思雨，你这些年究竟吃了多少苦？朕真是惭愧无比。无妨，糜父这些年所有的委屈都值得，因为这7年来，你也在想着糜父。荒谬！哪有自己给自己接生的女子啊？普通糜父也许不行，但是糜父自幼学习医术，粗通医理。你别扯了，我们亲眼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厮混。没错，80%是别的男人的。任何谎言，朕都不会动摇。朕相信你，思雨。太后，这2个孩子的确是皇家血脉，请太后明鉴。住口！你这妖妇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太后，这俩孩子就是昨夜生的，梁思雨他在撒谎。没错，草民可以作证。太后，不除此妖妇，不足以平民愤呐。皇帝，事到如今，你如果还护着梁思雨，哀家绝不答应。给我狠狠地打这个胆大包天、不知廉耻的梁思雨！我要告你了！平平安安不怕，梁志刚，你为何要诬陷我？诬陷？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敢诬陷思雨，朕要把你扒皮抽筋！皇帝，事关皇家血脉，你不能威胁证人呐！坏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！你们为什么欺负我娘？来人呐，给我痛打梁思雨！娘！思雨，梁思雨，你要不想挨打可以，你只要承认这2个孩子不是皇上的，老夫便可以网开一面。性命固然重要，但是我的名节和2个孩子的名声更重要。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我的孩子就是皇上的。死不悔改！来人呐，给我打！母后，梁志刚，你全然不念一点兄妹之情吗？你傻呀！如果让他跟皇上认亲，当了娘娘，还有咱们的活头。是啊，梁思雨会报复我们的。梁志刚，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说话！不要打我娘！平平安安。退下！思雨，今日只要有朕在，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皇上，这妖妇不守妇道，还妄图攀龙附凤，你还护着她干什么呀？丞相，你这是妄加揣测，糜父根本没有攀龙附凤。不攀龙附凤，你进宫来干什么呀？那是因为杨公公说我的孩子像皇上，所以非要带我们来进宫的。
杨公公从小服侍皇上，连他都说我的孩子像皇上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承认？杨德禄，哀家的流花宴都被你搞砸了。太后，我看这杨德禄和梁思雨早就串通好的，必须要严加拷问。容嬷嬷，你还真毒啊！太后，老奴也是害怕皇家血脉外流啊！拉下去！慢着，太后，民妇有一个办法，请杨公公帮忙，可以证明民妇的孩子就是皇上的。思雨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请皇上和太后给一炷香的时间。哼，你这妖妇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还想挣扎吗？你这2个孩子不可能蚯蚓变金龙。母后，不妨一试，有任何后果，儿臣愿意承担。诺，2位小公子，快跟好奴走。皇儿，还是2个皇儿。太子，老臣参见太子。娘，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下跪呀？还叫我们太子？因为你们穿上了皇上小时候的衣服，和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这是哀家的孙子呀，绝对不会错。这2套衣服是皇帝小的时候哀家缝给皇儿的。太后英明，这2件衣服是皇上当年7岁时正式拜见您所穿的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皇家终于有后了。哀家的乖孙子，难怪哀家见到你们的时候就那么喜欢。娘，平平安安，太后就是你们亲奶奶，皇上就是你们的亲爹。不行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这2孩子认亲，否则我几十年的筹谋恐怕就全部付之东流了。无论如何不能让这2孩子认亲，否则我几十年的筹谋恐怕就全部付之东流了。太后，现在还是不能证明这2个孩子就是皇上的血脉。胡说！这2个孩子跟皇帝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我看谁还在敢怀疑？你看这2孩子脸上的痣都和皇帝一模一样。孙鼎成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嘴硬？皇上莫急，不妨听听丞相怎么说，免得让你背上不听大臣建议的骂名。皇上，难道现在有个人长得像先帝，您就与他认作兄弟，继而裂土封疆，和他平分天下吗？大胆！孙丞相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我也没有得罪过你，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？孙丞相，你此番言论将朕和太后的清誉置于何处？朕可以广开言路，但绝不允许你诽谤朝廷。皇上，太后，老臣口不择言固然有错，可这关系到皇家的血脉呀，老臣一定要谨慎，马虎不得。马虎什么？哀家的眼神不会错，这2个孩子就是哀家的亲孙子。太后，这真怪不得老臣呐，这天下长得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是，这天底下呀，长得像又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。我们村就有好几个。对，纯属巧合呀！王喜花，你真是张口就来，咱们村子哪有没有血缘关系长得一样的人呢？你给我找出来几个。太后，因为长得像，就让这2个孩子落入皇家谱系，实在是草率呀。太后，他梁思雨一向不守妇道，这俩孩子一定不是龙种。王喜花、梁志刚，你们俩真是无药可救。来人，将这几个胡言乱语之人，统统拉下去杖毙！不可，皇上、太后，这件事还没有查个水落石出，万万不可杖毙他们呀！皇上，无妨，不如听丞相的，暂且饶过他们，看他们还有什么招数。皇上、太后，如果现在突然跑出几个长得像皇上一样的孩子，您都要将他认作皇子吗？那天下岂不是有很多皇子？哀家想要自己的亲孙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孙丞相，
民妇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相信我的2个孩子是皇上的孩子？这个，这太后，看来只能按照宫廷验亲的最终法子滴血认亲了。不可，滴血验亲的话，皇上需要流血，有损龙体，这样也有损皇家颜面。哼，梁思雨，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对，没错，你就是心虚了，不然你不会不敢滴血验亲吧？闭嘴！朕意已决，滴血认亲。皇帝不可呀！母后，无妨，朕要给思雨和他们母子3人一个真正的名分，让他们洗尽冤屈。这个梁思雨自称赌医，第一反应却是不敢滴血认亲。看来这俩孩子的身世必有蹊跷。皇上，如果您与这2个孩子的血不能相容，臣恳请立刻杖毙梁思雨。不行，朕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思雨。皇上，无妨。孙丞相，民妇敢承诺，但是如果我孩子的血和皇上的血相融了，你拿什么作赔？老臣以性命相抵。你们呢？赔就赔，我们也拿性命抵。好，取水来。相容了，真的相容了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平平安安的血和皇上的血相融了，你们说的话还作数吗？你们的命该不该赔？没想到他真的是皇家血脉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这些年净欺负妹妹，这下他饶不了我呀。思雨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皇上能够信任我、惦念我，民妇所有的苦都值得。平平安安，现在爹和奶奶都找到了，你们应该怎么做呀？哀家的乖孙子，拜见祖母，拜见爹。拜见祖母，拜见爹。哎，2位小殿下，应该叫皇祖母、父皇。闭嘴！哀家的乖孙子想怎么叫哀家就怎么叫哀家。哀家的乖孙子，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你们。平平安安，不可坏了礼数。我们不能坏了礼数。好孙子，真是哀家的好孙子。思雨，这些年你受了这么多苦，还能把哀家的孙子教育得这么好，哀家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。太后谬赞了。来人，将孙鼎成、梁氏夫妇一干人等拖出去杖毙。皇上，看在老臣追随先帝的份上，就饶了老臣吧。思雨啊，妹妹啊，你就饶了大哥吧。思雨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饶了我们吧。住口！你好意思说是我的亲人吗？好妹妹啊，我们可都是你的亲人呐。你忘了，这20年来你嫁不出去，都是哥哥照顾着你呀。你还好意思说照顾我？从小你借口我是灾星命，对我非打即骂。长大后，我更是要上山采药贴补家用，供你成亲。甚至我还要救你们的儿子，深夜冒险上山采药。我有了平平和安安之后，你们更是不顾念一点骨肉之情，在寒冬腊月把我赶出家门。如若不是我有一点医术，我和平平安安又怎能活到今天？你当时未婚先孕，我们也是背不住骂名才赶你出门的呀。是吗？那你们为何又说我到处偷男人呢？小雨啊，都是大哥猪油蒙了心了，害怕你当了娘娘之后报复我们呢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可都是你的亲哥嫂啊！闭嘴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嫂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就是有100条命也不足以弥补。梁志刚、王喜华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就是死1000次、10000次，也都是咎由自取。思雨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思雨，我替你们梁家生了狗子，开枝散叶了。思雨，你可不能害我呀！如果我要是死了，狗子就没娘了呀！哎，对呀，
你就看在你大侄子狗子的面子上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可都是他的亲生父母啊！你们好意思为人父母吗？狗子那么纯净善良的孩子，在你们的教唆下，年纪小小的就学会骂自己的表弟。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。好妹妹，饶了我们吧！你们能有今天，都是咎由自取。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。等一下，太后，我不是故意要陷害我小姑子的，是他，是容嬷嬷指使我这么干的。闭嘴！你这刁妇，你自己害人，还想害上我？反正我也活不了了，干脆把事实讲出来。太后，是他，他指使我陷害梁思雨。他说梁思雨勾结杨公公，冒充皇亲国戚，他用眼神暗示我害梁思雨。哦，对了，他在走廊还用针扎思雨和小殿下呢。可有此事？回太后，容嬷嬷的确这样做过。哎呀，你这个毒妇，为了陷害咱家，连2个小殿下你都不放过呀！皇祖母，这个老太婆可坏了，应该用针扎她。如果不是容嬷嬷撑腰，奴婢绝对不敢陷害思雨啊！哎，你这刁妇还敢胡说！哼，你才胡说呢！我扎死你！大胆容嬷嬷，竟敢在皇上和太后的面前行刺！皇上，先帝也曾经说过，老臣除了犯谋逆之罪，否则免死。皇上、太后，丞相就是谋逆。林护卫，京城小儿现在如何？姑娘神药，小儿们现在已经无碍了。而且臣已查明，井水不洁就是丞相勾结敌国人，在井里下药，好毁坏我朝小儿身体，企图破坏我朝100年大计。孙丞相知道，所以太医院无人敢说破。哼，孙鼎丞，朕一直奇怪，你为何一直阻挠朕认亲？原来你早已与敌国暗通款曲，此乃谋反叛国之大罪。来人，将这一干人等拉下去斩首示众。且慢，他们固然有罪，但是不可滥用刑罚。王喜花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其他人，民妇恳请把他们送到大理寺，按照五朝律法严格审讯，不可冤枉，也不可放过。老臣糊涂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带走。太后，皇上，民妇有一事相求。王喜花和梁志刚固然有罪，但他们的孩子是无辜的。民妇恳请皇上和太后开恩，将狗子平安的送回梁家村。思雨，你虽然出身乡野，却处事有勇有谋，还能牢记律法威严。太后谬赞了，思雨只不过是上山采药时，跟私塾先生略学过几个字而已。身处逆境，却时刻不忘提升自己，难得，难得呀！你还给哀家添了2个孙子，还将他们教育得这么好，哀家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那就请母后立思雨为后。什么？什么？立我为皇后？太后，皇上，民妇出身卑微，福少德薄，如果立我为皇后，只怕天下人不会信服啊！思雨，你是不愿意留在朕身边吗？不是，民妇愿此生都留在皇上身边，只愿皇上对民妇不离不弃。朕怎么会离弃你呢？朕为了找你，花了整整7年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你。朕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如此，民妇就心满意足了。民妇只愿此后跟皇上和孩子们朝夕相处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不行，你经历了这么多，朕意已决，要立你为后。好了，皇帝，难得思雨深明大义，我看就不如先封个贵妃吧。母后不可，思雨救过朕的命，还为朕生下2个皇子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封思雨为后。皇儿，思雨她毕竟顶着灾星之名啊。回太后，臣此前跟随皇上作战，屡战屡败，一度遇险。自从皇上邂逅思雨姑娘以后，臣跟随皇上与敌军作战，屡战屡胜。没错，母后，思雨还救助这么多小孩，于国有功。即日起，朕当昭告天下，封思雨
为皇后。思雨不但不是灾星，还是朕的福星。可是思雨的年纪毕竟……母后，你也知道，自从儿臣班师回朝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宠幸过其他秀女，也唯有思雨一人。所以，朕这一生除思雨之外，绝对不会再娶第二个人。皇帝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母后，您想让百官听到宫中秘闻吗？也罢，哀家做主，今日起封梁思雨为皇后。皇上、太后，民妇实在不敢舔居皇后之位。你怎么还自称民妇啊？你不做皇后，难道让皇帝永生不大婚吗？臣妾叩谢母后。儿臣多谢母后。皇上，臣妾此刻只觉此生再无遗憾。不，还有一件事没完成，朕还欠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帝后退拜。参拜太后。思雨，从今往后，朕愿永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与君两相依，终老不离弃。拨开迷雾有苍天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只要不离不弃，定能峰回路转。